要珍惜此时此刻。3年之后回想起来，现在才是最轻松、最放松的时候。51、59秒54。速度，速度，速度！你行不行？我准许你现在退出51。首先恭喜大家，你们都通过了季度集训考核，成绩单就在我手里。下面我宣布一下综合成绩排名：第1名曹菲菲，第2名吴小慧，进全国3大锦标赛第3名50公斤决赛现场。小东，现在方51正在反击，反击有效，感觉以微弱的比分落后。南方选手下面跟反击有效，他继续晋升左右摆拳组合攻击。实际情况很被动啊！51反击了，跳！漂亮的运动拳，51获胜，获得冠军。第7名51，第8名钟艳梅。孩子们呐，你的实战科目是第1，技术和经验都比他们强，你就是体能差点。你看看他，这体能是最旺盛的时候，这自然规律，谁都逃不掉。就因为无能为力，所以才难过。嚯，开的够猛的呀！这个体能强。哎，海香，到哪儿了？啊？你快点开呀，别心疼油成吗？孩子，油门都要踩穿了，极限了。你啥车我啥车呀？跟您的车能比吗？你可得了，早就告诉你换车了，你非不换，你老开这车救人，你车坏了还得救你。各救援队队员注意，各救援队队员注意，山道转弯多，路况复杂，减速慢行，事故现场情况不明，安全第一。听见没，猴子，要敢慢点呢，安全第一啊！得，不包括你啊，你赶紧开，我到了我就直接开始了，不等你了。哎，不行，你一个人太危险，必须等我，听话啊！喂，猴子，让我省点心行吗？喂，哎，是你过去了吗？啊，不是，你错了吧？你往哪儿开了？跟我开呀！赶紧回来！啊，行，我错了，掉头，马上。赶紧的，跟上。
你猴急催命啊你啊！在哪儿呢？是这儿吗？就这儿，闪装备，闪装备来。好，放这儿。小心啊！小心！没事，继续放。放松，别紧张，我下来救你们，你们一定会安全上去的，啊！不要动，这样快，继续放。不要紧张，把玻璃掀开，把脸护住。男士坐好别动，女生把手伸给我。老婆，别紧张，慢慢出来，把手给我好吗？不要紧张，我先救女士。别跑！别动，别乱动，别乱动，不要乱动！我的老公怎么办？求求你了，带他先走。你们不要动，我带你们两个一起上去好吗？白香，放手！好。别紧张，没问题。你往后退，退一点。好，可以，停，拉住我的手，慢慢出来，一定要慢。现在不要动啊！老大，听我说啊，这可能承受不了你们3个人的重量，所以你看有没有别的办法？你别管了，一会儿我叫你拉，你拉就好了。慢慢站起来，慢慢站起来。过来，两手不要抬起来啊，不要抬起来，尽量抓紧我，好了吗？海星，拉绳。先救他，再拉他。老婆，老婆，救护车来了，坚持住。队长，人全都救上来了，今天我们可以早点收工了啊！你为什么要单独行动？我跟海星2个人。俩人。我怎么说你们2个的？不是，刚才的情况，根据我的经验，少听你那点经验。我们救援队的人哪个不比你经验丰富？哪个不比你干的年头长？但是这次我实在是离得太近，车速还快是吧？不就……谢谢你，谢谢你救了我们。不是，你回去好好养伤啊！谢谢。救人你也得听指挥呀你。
我这不堵车，冲过来一看人在那儿，我不能不救啊！救人是第一位嘛。对，救人第一位。可是你自己得首先保证你的安全，才不会给救援工作增添不必要的、不可控的风险。这是原则。收到。生日礼物，哎，就是有点晚，为你签名售书买的。你这是哪儿晚了点儿啊？有点太早了，早了11个月。这是明年生日礼物吧？看你话里全是怨气，不是说好了吗？要支持我工作的。我还不支持你工作。我们认识快3年了，在一起的日子掰着手指头也能数得出来。这样下去可真不是个事儿。我呢，今年34了，我爸妈呢也催着我赶紧结婚要孩子，毕竟他们年纪大了，想要抱孙子。你呢，行侠仗义闯荡江湖也没个头。你觉得，要不然我们干脆就……你想结婚呀？你直接说就完了，还绕这一大圈儿。我随时，你说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。然后呢？然后，什么然后？喂，你好。哎，请问是51女士吗？哦，我是。啊，武天意是不是你父亲啊？是啊，他是我爸。又喝多了，现在人在我这儿呢，在居委会这儿。你过来一趟吧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啊，谢谢。哎，大鹏，我爸那边突然有点事儿，我得赶过去看看。这，要不你先吃，多吃点啊，回头我给你打电话。好，我先走了。天，你说说你这怎么这么乱呀？哎，别喝，自来水怎么能喝呢？还拉肚子了。来，我给你烧热水，你进去歇着啊。没上班啊？都几点了，我还上班？再说了，我不来，谁给你交钱呀？你说说你啊，砸人公告牌干嘛？连赔带罚，扔12000。12000，早知道把我拘了得了。我这旧账还没还清呢，又给我加层霜。爸，我不求你帮我做什么，你老老实实在家待着行不行？别给我惹麻烦，啊！明天我要去参加个活动，新加坡、泰国、日本、韩国，连去带回28天时间。因为我的首饰都是商家赞助的，很贵重，非常贵重，特别贵重，所以我想雇个贴身女保镖，一定要是你们这成绩最好的。你们最近都接任务了吗？哎，佑航，到，去赵总办公室领任务。是。刚说完就接任务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就这3个男的了，还有这2个女的，跟着歌手一起去巡回演出，走6个城市，前后加起来60多天。小郭、大妞，到。赵总办公室领任务。是。我儿子6岁了，想要去上海看他的爷爷奶奶，但是我没有时间，就想雇一个人过去。你能帮我推荐一个吗？周廷芳，菲菲，到，到，领任务。是是。51，赵总办公室领任务。是。
11，你10点钟到亚氏集团取个重要文件。好了，去吧。然后开车到智荣建设，请总裁侯志荣签字盖章。12点之前，把签字盖章的文件送回亚氏集团。没了，就送个文件。是的。那同城快递跟闪送不也可以吗？客户说文件很重要，这他不自己去？就你话多。不是你这什么态度？工作不分轻重，都要认真对待。知道了。你站住！你耍脸子给谁看呢？给我自己看。成绩不如人，拿不到更重要的工作，生我自己的气不行。我可告诉你，就你这成绩，如果下季的考核你再落后的话，就会被淘汰。到时候，你连送快递的资格都没有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俺公司哪一层的？闪送28楼智荣建设。过去吧。哎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小王，侯爵来上班了吗？好像没有看见他来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您好，你好，我找侯总。我这里有份限时专送急件，需要他本人亲自签收。侯总，亚氏集团的人来了。让他进来吧。侯总你好。你好。我是神鹰安保的51，亚氏集团让我给您送份文件，需要您签字。好了，谢谢。喂，智荣建设的王秘书吗？我是大楼物业，有份文件你马上来取一下，需要你们法人签个字。喂，爸，你看现在都几点了？你怎么上班永远迟到啊？我这打电话呢，一会儿再来。我不是迟到，这堵车没办法呀。啊，你放心，马上就来了，别急啊。你怎么好久不见，侯总。小伟。喂。喂，爸。你不接我电话，还让保安不让我上来，没想到吧？一件简单的快递服，加上一个过了期的工作证，我就站在你面前了。喂，爸，那边谁啊？小安，特别意外吧？
你现在是不是特别难受啊？啊，小伟，小伟，你能把刀放下吗？咱们有话好好说话，好不好？好好说话。没有这把刀，你会跟我好好说话吗？这边谁呀？啊！我为什么不接你电话？那是因为我想让你能够冷静一段时间。等你冷静下来以后，你就知道我为什么。冷静什么冷静？我从公司带走我自己的设计方案，你说我侵权，你让我冷静。小伟啊，那也是你在公司在职期间设计的呀。那是我利用自己的空余时间自主设计的成果。你答应过我的承诺，你自己说你兑现过多少？是，小伟啊，你听我说，这个人吧，告诉去吧。人做事情啊，他的思维不能太狭隘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一个人的心胸，他有多大啊，他的成就他就会有多大，你知道吗，小伟？已经3个月了，没有一家公司愿意再聘用我。我彻底毁了。我不知道你在背后。小伟，千万别冲动，小伟。把他弄关了，我关了，把他关上。马总，出事了！别慌，怎么了？胡总被劫持了。小伟，你千万别冲动，你听我说。你提任何要求，只要我能做到，我都答应你，好不好？我都。小伟，你别冲动，小伟，你别冲动。喂，小伟啊。谁？我是马勇啊。挂了，把电话挂了。不，你千万不要冲动啊！有什么事儿都可以跟我谈的，只要你保证侯总的安全，我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的。马总，你还真的不愧是侯志荣的半个儿子。跟你谈是吧？第一，立刻给我转账500万；第二，让他当众陆水平向我道歉，不然我现在就宰了他！别，千万别！现在公司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现金呢？啊，要不你折中一下怎么样？我可以立刻给你转200万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堂当侯总的命还不抵500万？好，300万，1000万，500万。我把公司账面上的所有的钱、现金全都给你，行不行？小伟，还有一件事，侯总他的血压非常的高，医生说他一点都不能激动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。侯总啊，你的那个心脏病有没有犯啊？别废话，快点！哎呀，小伟啊，我的心脏好多年都有问题。你刚才这么一想，我心跳好快，哎，我心脏难受啊，小伟。你装什么装？打劫知道吗？打劫！快点把钱拿来！怎么开始？哎。我碰到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就是差一点点啊！一点点你就搞啊！哪那么大的啊？我这个是能不能给他送一杯水嘛？我喝水。他给我老实点，听见吗？那样他心脏真的会出现问题的。就一杯水，就是我们公司的小秘书，就一个女生。你不用怕，什么事儿都不会有的，就一杯水。想要救他一个人进来，如果让我看到其他人，我马上弄死他。起来！谁呀？谁呀？我送水。把水放哪儿？放哪儿？
我得喝水。董事长得喝水，我能不能拿给他？把水给他，快！我还得吃药，我心脏难受，我得吃药。董事长有心脏病，不吃药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。药在哪儿？在那个柜子里面。你去拿，你去。我拿。别耍花样。我心脏不舒你演什么戏呢？给我起来！什么你？进来。12点之前，务必把签字盖章的文件送到亚氏集团。一上班就迟到，我们爷俩差点连面都没见上。你让人挟持了，跟我迟到有什么关系？别给我绕弯子。公司的规章制度对你来说算什么呀？行了行了，你少说两句啊！血压刚降下来，一会儿血压再上去呢，我又成了犯罪分子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就是个犯罪分子。你要再这样下去，你会成为我们侯家的千古罪人。我干嘛了？我千古罪人？你跟我说让我给你一笔钱，让你自己去创业，我给了。结果呢？钱赔了个精光。钱赔了没有关系，关键是有没有让你自己明白你自己到底几斤几两呢？我跟你说，我今天真是要遭遇什么不测呀！我不知道你会用几年的时间把智荣建设给干倒闭了。我告诉你句实话，我有时候真的想把公司交给马勇。他至少做工作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，人还聪明。但是他是外人，外人会有外心的，我们不得不防，明白吗？爷爷把公司传给我，我再把公司传给你，我们是家族企业，你能不能做好啊？我跟你说，就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气到被你气死。哎呀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老头儿，哎，明天开始好好上班还不行吗？明天我就开始好好上班啊，你也别气了。入职第一课，我教你们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说。永远把客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伤害到客户的利益。我听不见。永远把客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伤害到客户的利益。明明是你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完成任务，所以客户才会投诉你。怎么，资格老了，脾气也见长了？知道处罚规则吗1个月不能上岗。回去反思反思，写检查。是。
你在哪儿呢？我现在心情不好，想去吃火锅。我在开会呢，今天一天都没空。我相信你能自己挺过来。小侯总好。好。小侯总好。好。早上好啊 ！Hello， 小侯总，小侯总，小侯总，哎呦，这是干嘛呢？这么激动？小侯总，小侯总还好吗？侯总没问题，已经回家了。加油！开心的一天开始了。小侯总，你想喝点什么？是咖啡、茶还是？咖啡。哎，丽丽，你家他妈把我这椅子换一下，坐着不舒服啊。小侯总是这样，公司所有的办公用品都是按侯总的要求统一配置的，我没有这个权利。行吧，冲咖啡去吧。哎。侯总的要求，侯总的要求，小侯总也是总呀，是不是？侯局，我们见个面吧。是不是？月月在哪儿呢？七贤路美露酒店。好的。怎么还没到？七贤路美露酒店0237，我的大眼猫，你不会又是迷路了吧？快来，我的爱。哎，这么巧啊！车借我用用。干嘛呀？这么着急？还不清楚呢。你慢点开，别违章。什么时候买车呀？带个步。你约这儿来干嘛呀？白晨就在这附近住啊。谁？给。谁的？看看吧。黄月白泉会，什么意思啊？好了，就是给你看看，不是给你的。以后别再一天800条微信给我发呀发的啊！我已经是别人的老婆了，你再这么给我发，我只能给你拉黑喽。不是你回家1月，怎么还跟人结婚了呀？真的假的？这都不重要了，亲爱的，吃一堑长一智吧。记住，有些女人是不靠谱的。我走了，拜拜。不是，哎，别不靠谱！你什么意思？你给我说清楚，什么也回，怎么就结婚了？什么意思啊？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各自安好吧，再也别见了，拜拜。这是给我踹了吗？我刚刚是被踹了吗？
哎，大鹏，你那稿子写的怎么样了？你放心，明天就交稿。谁呀？来了来了！哎，你干嘛呀？想看片呢。服务员，你好，客人，我忘带房卡了，帮我开下门。你是住这屋的吗？是。你等一下啊。前台，前台。哎，收到。0237的客人说他没带房卡，是不是他？谁呀？真的是发小卡片的。让客人报一下入住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。来跟你说吧。按这。我知道。朱大鹏，440303198609060017。身份确认，可以开门。你俩不都分手了吗？干嘛呀？他这是要……他没文化。哦，我跟他说的。他会对手的。太不靠谱了，太不靠谱了！你别动！你给我站住！哎呦，哎呦，兄弟，你这是什么情况啊？啊？朱大鹏！不是，哎，给我站着！解释，我真的没有出轨。十一啊，我真的没有出轨，你相信我。你站住！
这是我电话，你和你的车回头一起算。不是你不会道歉吗？不会。不会算了。妹妹，你们老板呢？我们老板在里边呢。哎，猴子，你来的正好，浪费我一颗蛋。哎，别捡了，别捡了，哎。现在市面上1斤鸡蛋7块多，我进价6块多，合着一个鸡蛋成本1块钱。你说我由生做熟，加上我个人的创意，能卖到3块5一颗。你说里外里，这赔了小3块。你这怎么了？腰子让谁给撞了？我也结婚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这就不够意思了。结婚这么大的事，你不跟我商量吗？你有征得我的同意吗？黄爷要结婚了，新郎不是我。女友嫁人了，新郎不是你，真的假的？我在想，我是不是被绿了？哎，这事根本就不重要，猴子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是一好事儿。首先呢，这女的我压根从开始就没看上她。你说她空有一副皮囊，灵魂一点都无趣，这人上大街上捞不海了去了，对吧？回头我给你介绍一个能持家、会干活的好姑娘，好不好？不是我窝囊，我恶心，我每天掏心掏肺的，对吧？我专心致志的对她，这个那个，今天突然给我整这出，这个，你去给我打听打听，谁把我绿了？行，这事儿我给你办了。那我也能打听打听吗？你这腰子被谁撞了？不是你那鸡蛋掉地上好吃啊，天天啊，这么大人都掉地上还吃，恶不恶心啊？哥吃的不是蛋，是钱，看见我那难受。来，海星炒饭2.0，为你量身定制的微笑。我看不了这个微笑。朱大鹏啊，你不是说你跟他分手了吗？啊，他怎么发那么大火呀？我哪知道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李雪梅是个正经女人，你要是想玩我，没门儿。瞧你说的，我是那种人吗？我跟他说了，但是他不接受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你说你找什么人不好，非得找个女保镖谈恋爱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精打呀？我那是年少无知，虚荣。前两天朱大鹏说，我们认识3年，加到一起，见面不到2个月。你说，他出轨是不是我的问题啊？如果换了别人，也会是这样的结果。不一定。如果换了别人，他不能理解和支持你的工作，他会给你提分手，这是起码的尊重。他呢？啊？这边跟你要结婚，那边跟别的女人鬼混，这算什么？这是渣，单纯的渣。我求求你了，你不要再给他找任何理由了，明白吗？我就是太相信他了，他说什么我信什么，把我骗得死死的。海平怎么就那么不靠谱呢？不是爱情不靠谱，是你们俩的关系本来就不靠谱。你自己也说了，你们在一起3年了，这3年，你除了休假的时候能跟他见一面，平时就是靠微信、靠视频来维持，不吵架、不闹矛盾，你们的感情温度就在30度左右。亲爱的，低于体表温度的30度，我们洗澡都嫌冷吧？可是生活中不就应该是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吗？那怎么的？天天寻死觅活，一天不见就上吊啊？那也不是。我就是觉得
怎么就那么难呢？你说，我爸这些年一直在折腾，把家里的底儿都折腾光了。我知道他是想表现给我妈看，想争口气。我能说他什么？什么都说不了。我是他女儿，我只能帮他一起扛。可是我扛不动啊！我还了这么多年的债，我把我所有的积蓄都掏空了，我也没有还清。跟朱大鹏的3年的感情，说没就没了。还有我自己，我现在体力下降，接不着大单，还被客户投诉。怎么就那么累啊？我有点快撑不住了。你干嘛呢？你看你干嘛呀？哎，你干嘛？回家啊？你冷静冷静，我把该处理的事情处理完了，我们再在什么呀？我是你女朋友，我去你的家是不是天经地义？不是，我有点不舒服。我今儿更不舒服。这屋子不错嘛。都是他给你弄的吧？我觉得不太适合你。对，你说的都对。这么大，这买的什么呀？当心别刮动门。哎，左边，左边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啊，小侯总买的。这边走。小侯总买的，那么大一件儿。小侯总，我买的东西到了。每次都做那么快到了。慢点啊。拆开，拆开。椅子。还给我刮花了啊！慢点，慢点。嚯，看看。这颜色太好看了。怎么样？摸摸这皮质，哎，头层小牛皮怎么样？坐着看看啊。角度，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舒服。你上来试试。转一圈。哎，哎，我再坐。觉得角度能给特别多，所以你坐下去不会很难受，就很舒服，你知道吗？像你们这椅子坐每天之后，那腰也疼，腿也疼，哎。哎，侯总，坐试试，来试试。还角度呢？这椅子哪儿来的？我新买的。够有钱啊！这椅子不太适合你，把它搬走吧。搬走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搬你那儿去啊？别呀，我刚买的，让我坐2天，我给您订把新的好不好？谢了，我不需要。
办公椅是按规矩给公司的员工定的，你不能搞特殊化，坏了公司的规矩，明白吗？不是我那个椅子吧，它那个角度我也不知道说不上，不知道为什么我每天一做完，我这腰也疼，屁股也疼，严重影响了我努力工作，这个就不一样了。公司的所有员工没有一个因为这样的原因给我投诉过，大家都没说什么，就你觉得不舒服，是不是这儿出问题了？那我跟您说啊，这我正经跟您说，设计的精髓在哪儿？在哪儿？人体工程学，你坐上去就舒服。这你老牌设计师最懂这个了，对不对？我只知道公司的规矩比你的人体构造更重要。你的屁股不比别人特殊，立刻让这把椅子从我眼前消失。这不是商量，这是命令。OK。命令？当自己首长呢？我就不办，办我是你儿子。开门！啊！朱大鹏，开门！十一来了。哎，你别怕，我上了铁链锁，他进不来。朱大鹏，你给我开门！你别说话，我去打发他走吧。一定不要说话。嘘。十一，我已经把你的行李送到物业了。我来拿我的金牌，把门打开。我去给你拿。你别碰，我自己拿，你不许动。你要是进来再揍我一顿怎么办呀？他在里面。没有人。我警告你，把门打开，我拿完金牌我就走，你别逼我。不，你也别逼我呀，我保证我不碰它，给你拿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去。那。哎，这位先生有眼光啊！我们现在啊，厂家在做活动，只用付10%的体验金就能帮您给安装好啊。试用3天，你满意了再付尾款。像您看这款啊，这个是我们的经典款，安全系数极高，你没有钥匙绝对打不开的。哦，那我们再看看啊，再看看。哎，好，您慢走啊。这门结实吗？哦，我们这门啊特别结实，你看我们广告牌，星辉上岗，小偷下岗。把人反锁在屋里，能出得来吗？原则上来说，要么饿死，要么跳楼。就他了。哎，好嘞，姐。就这儿。您这本身就是防盗门啊。这门不结实，进了不该进的人，装吧。啊，行，但是姐，你能出示一下身份证、户口本之类的吗？我们也得为户主负责嘛。您这身份证上面的地址跟这儿不对啊。哟，十一，这干嘛装防盗门啊？啊，对，踢球去了，李叔。是啊，好，回见啊。回见。哎。
怎么着？让我把周围的邻居都叫出来证实一下。对不住了，姐，马上安啊！哎，来，走，一起来。怎么了？防盗门。他是要给我们锁屋里啊！你快去啊！去哪儿啊？你去搞定他！你打得过他，你去啊！我就打得过你。还行。哎呀，你给我弄过来了？怎么弄过来的？推来的？那不然怎么着扛过来啊？败家孩子，这不废轱辘吗？你看，赶紧别看了，弄上去快！还行啊，哎，这皮子不错啊。走，上签吧。天哥，天哥。哎呀！这个呢，往左边转2圈就锁住了啊，转3圈就反锁了，里面的人啊就出不来了，除非啊他有钥匙。来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 3天后来这个家找一个叫朱大鹏的拿尾款，放心，他有钱，不会赖账。好嘞，姐。放心，防盗门很结实。我们这款 X7啊，搭载了最新的4.4升 V8发动机，最高能达到530马力，配合新一代的 xDrive 智能全新驱动系统，极大的提升了操控体验与舒适性。你好，不好意思，我想问一下，有什么可以帮你忙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漂亮。你好。那天对不起，修理费多少钱？ 那单子自己看吧。3800。怎么了？原装进口的，车漆多少钱不知道啊？给我挂那么大一块儿。本来我都想找保险公司赔了，你非要负责，那你看我也不能不成全你这心意啊。对，其实我不知道。 付款码给我。还挺痛快。付款码。行了。660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现在只有这么多。你拿660。 出来给我谈赔偿呢？你逗我玩呢？剩下的我先欠着，下个月发工资我会转给你。
利息按银行算。哎呦，哎，你不会是骗子吧，大姐？啊，假装磕一下我车，跟我说赔偿，回头来骗我银行账号。要不行，我把我银行账号先给他也行。你拍个照，我要是不赔钱，可以告我。51，你这什么名儿？也有可能。哎，你等记得把账号发给我。这什么脾气？你看现在欠钱的都是爷，挺有个性的。中奖了。哎，不是前面那个，瞧瞧我的，追尾知道吗？你全责。哎，谁全责呀，兄弟？你追尾你不全责怎么着？是跟谁兄弟呢？咱别横啊，讲道理，你刚才。你突然变道也没打灯没减速的，对不对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突然变道没打灯没减速啊？哎，你这么说没意思了，我们都看见你了。怎么说有意思？你哪只眼睛？你要干嘛呀？拍个照，交警处理了。对，拍个。哎，谁让你拍的？要不要？你说我干嘛呢？捡起来。我捡。跟我说话呢？啊，动手捡起来。哎呦，爷爷我在号里好多年，一直捞不着人打，快给我憋死了。今天你中了头奖，你是没捞着人打，还是被人打傻了呀？哎，你这是干嘛？动手了，我都别跟。哎！谁啊？咱俩认识吗？小魏，行啊，有出息。老爷们打架叫女的帮忙是吧？打你怎么了？我不打女人，知道吧？5号码头知道吗？明天中午12点。哎，咱俩单挑，你要不去，我就把这照片放网上，我恶心死你。贵店他来。什么人？开的什么破车呀？什么毛病？你没事吧？大姐，我知道你能打，那你该收手术再收手好不好？不是，你们俩这么打下去，不是你伤就是他伤，医药费不说，大家都是被刑拘的，我是在帮你。我用你帮忙，我本来都要赢了，我那一拳就要 KO 他了，你飞上来。行，我看在你这个见义勇为的份上啊，你欠我的钱就算了，好吧？但是从今天不是从此刻开始，到以后的永永远远，不要让我再看见你，好吗？太好了，不送啊！神经病！哎，我操，肝儿疼，锤死我了，这个！你怎么那么冲动呢？太能打了！我手机掉哪儿去了？没事，还行，质量还行。这个我打的呀！走，大姐挺厉害呀。进来。侯总，刚才侯爵的好哥们海星给我来一电话，说什么？说咱们小爷不知道怎么惹了个刚放出来的劳改犯。什么？他跟他约了明天中午要单挑啊！我跟他说了，绝对不能让他去，那样会出事儿的。这不，海星也劝不住，没办法，只能告诉我。那你说怎么办吗？这个臭小子，
他不惹点事儿，他是不是心里不舒坦呢？不，您别着急，您别着急。他是不是嫌我活得够长啊？你赶紧把他给我叫过来，去，叫他过来。侯爵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，我现在要是把他叫过来，您爷俩非得干起来呀。海清跟我说了，他说这事儿不能让侯爵知道是他说的，他没法做。要不咱们就想想其他的办法。没什么办法。哎呦，啊，你能找到那个小混混吗？我想想办法，但我不敢保证。红中，哥，可以啊，小伙儿。红中，能不能快点？送钱的来喽！出海啊！7万，别动，糊了。他叫刘铁浩，我是托了人才跟他联系上。哎呀，他是因为大家都被劳改了3年，这刚放出来，不知道怎么就盯上我们小侯总。他说没有10万块钱，这事儿摆平不了。我真是连做梦都没想到，我怎么会跟一个小混混打交道？这事要传到外头去，多丢人呢！你去财务那儿领10万块钱，一定让他在约架的时间过来找你拿钱。我要确保在那个时间段他不在5号码头。放心吧，侯总，我已经把保安部最得力的2个人派去保护侯爵了。这样，万一那个刘铁浩不守规矩，我们也有人在那儿看着。嘿，干嘛呀？我老板点名要看你的照片，那样才能证明你没有去5号码头啊。哎，闭眼了？闭不闭眼，你都是个劳改犯。怎么说话呢？够意思，明白人。得了您嘞。
哎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这是谁让你们来的？小侯总，侯总让我们来保护你的。侯总，怎么哪儿都是侯总？赶紧走走走走，快走！哎，你站那站那，回来！你干嘛来了？谁让你来的？我来看看，那个人没来，你可以回去了。有什么好看的？有什么好看的？告诉我，你怎么知道他没来？他要是来了呢？他要是来了，看见你跑了怎么办？我解释都解释不清楚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怎么这么烦人呢？这跟你有关系吗？你来看什么也没事啊？我不来，我觉得心里亏欠你的，我不喜欢欠别人的。我来了呢，没帮上忙，但是我心里踏实，咱俩也扯平了，以后你想让我出钱都不可能。你欠我什么？我跟你说，你来才是欠我的，没你什么事，老过来掺和什么呀？什么也干不了，净给我找麻烦，丢人，这丢不起那人。哎，杨姐，啊，你慢点说。啊，我回来没事，我来了。哎，马总，马总回来了。杨姐，杨姐，哎呀，豪杰，哎呀，你可回来了，这吓死我了！没事，这，你看，哎呀，你看多吓人呐！天哪！哎，血在屋里啊！是啊。你什么时候看见的？我买菜回来就看见了。不是你们这物业，我们住你们房子最基本的安全负责不了吗？啊，对不起。这张姐已经报警了，警察已经拍照取证，后续有什么进展，我会及时通知您的。那这都没干，你赶紧查监控看谁干的。这个监控刚好坏了，我们正在抢修呢。您放心我以后一定会加强管理的。你赶紧修监控去吧。你联系那个厂家，把我防盗门换了。哎，好的，好，不好意思啊。我就出去买了个菜，我回来你可就，我要是不去买菜，那坏人他就进不来，就不会这。哎呀，这是好事儿。您要是在家，坏人进来更危险，那我更担心啊。好了，不怕了，太可怕了。咱给他擦了吧，看着太难受了。好。哎，算了，您歇着，我擦啊，歇着。哎呀，吓死了。对不起，侯总，这事儿都怪我，是我没有考虑周到。我以为把钱给他了就没事了，我没想到他还跟踪我。那现在他嫌钱少，咱们该怎么办呢？侯总，这有一封您的信。你拆开看看吧。啊？我这儿也有一封，跟这个一样的。当我收到第一封信的时候，我只是以为有人搂草打兔子似的要挟，不就是为了要钱吗？现在看来可没那么简单，一个是在明处敲诈，一个是在暗处威胁。侯爵只是得罪了两茬人。你说的一点都没错，两茬人。那这下麻烦就大了呀！为了侯爵的安全，让他先出国避避风头。刚把他从国外逮回来，又把他送出去啊，这叫放虎归山。到时候放他出去，不知道他又会野成什么样。再说了，国外不一定比国内安全，明白吗？您看看，现在连侯爵的住宅也不安全了，那你还不让他躲得远远的？要不然，给他请个保镖。您看您自己出那么大的事儿，都没想到请保镖，先给儿子请，有什么办法呀？
谁让我是他亲爹呢？要不然，我帮他找一个女保镖吧，就那种岁数大一点的，既能保护他，还能替我管管他，避免他受伤害是一方面，防止他再去惹是生非，这才是根本。哎，上回救我那个女孩，你不是说她就是做保镖的吗？那个女孩还不错。我看了她的证件，是神鹰安保公司，叫51。这女孩看上去干干瘦瘦、文文静静的，一开始我还真的以为她是个秘书。我就是需要这样的，稳重成熟，再加上她那天见义勇为，她的品质一定不错。这样，我们现在就去神鹰安保公司。喂，赵总。好，我马上到。你看，这是11的个人简历，进来。哎，11，快过来。侯总，11看看，还认识吗？你好。你好。侯总点名要跟你签工作单，保护他侯公子3个月，明天上岗。谢谢工作认可。11啊，智荣建设的事儿，你怎么没告诉我？公司规定，任何理由都不可以伤害客户的利益。我不想为自己辩解，毕竟是我没有按时完成工作。11好样的，你这个是见义勇为，公司一定会对你进行表彰。那就请侯总给11介绍一下情况。哎，我来吧。那个，这个是侯爵的照片，我想你们那天也见过了。谢谢。啊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小侯总早。小侯总早。小侯总早，小侯总早，小侯总。小侯总。丽丽啊，给我冲杯咖啡。小红总你好。丽丽，丽丽呢？哎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这是哪个部门的？这位是您的新助理，我也是刚刚接到人事部的通知，就这样了。我是你的助理51，今天第一天上班，请多关照。我怎么不知道我招助理了？谁招的啊？侯总。谁？侯志荣，侯总。你跟着我干什么？这是我的工作。你哪有工作啊？你被开除了已经，收拾东西走吧。快走，快走，别跟着我，别跟着我。侯总，侯老板，什么事儿？你雇的。还满意吗？你满意什么？对外说是助理，实际上是从安保公司给你雇的贴身保镖。对外是给我雇了一个保镖，实际上是你找了一个人24小时看着我。你做任何决定之前，能不能征求一下我的意见？你不要随意改变我的生活，好吗？有人破门而入，有人要打击报复，
是他们要改变你的生活，不是我。谁要打击报复？你以为那个人没去5号码头，这事儿就算完了吗？要不是他从我这儿拿了钱，你以为他会放你鸽子啊？啊？侯总，你消息是真灵通啊。我告诉你，他们没有改变我的生活，那就是我的生活，我自己说了算。请你不要插手好吗？我也告诉你，保护你的安全，就是保护家族未来继承人的安全。也请你不要插手我的决定。十一，带他出去吧。你说吧，你怎么才能走？如果我失职，没有按合约保护好你，被开除，我才会走。那太麻烦了。这样啊，侯总给你多少工资，我给你2倍，你赶紧保护别人去。已经好了，去报表再检查一下。好。不答应是吧？那别怪我不客气了。麻烦你从外面把门给我关上。好的。喂，你好。咖啡，谢谢。好的，稍等。您的咖啡。哎，等一会儿。这是什么咖啡啊？啊，帮我换一杯手冲咖啡。好的。您的手冲咖啡。哎，等一会儿，你回来。你会不会冲手冲咖啡啊？你这温度根本不够，这咖啡豆都没散发出它本该有的香味儿。好的，马上帮您换一杯。您的咖啡还满意吗？凉了。帮您换杯热的，加热过了。什么叫加热过了？微波炉打的吗？啊？咖啡是可以加热的吗？你对这杯咖啡有最起码的尊重吗？我问你，啊？要不我再帮您换一杯？不喝了，一天的心情都整没了。你是那个舞刀弄枪的51吗？是我。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请多指教。你这性格不是挺火爆的吗？啊？怎么突然转性了？啊？早上吃药了？突然懂得温柔贤惠了？谢谢你对我的肯定。还有别的事吗？你给我笑什么？保持微笑。没事了。那有事您叫我。我先出去了。哎，把这个咖啡端走。好的。让你给我好的。其实吧，我对你们保镖这个行业还是有很强的好奇心的。那既然你都是我的保镖了，就给我做一个这个详细的自我介绍吧。我做了7年保镖了，以前是散打运动员。没了？没有了。糊弄谁呢？详细的自我介绍，你这是什么呀？我问你啊，
你那回跳楼追的那人是谁啊？没谁，训练任务。啊，你们训练跳楼追一个柔弱男子，还揍一仗？不用不好意思说，跟我直说没事。男朋友吧？哎呀，你就说嘛，都能理解。我们后面还有很长时间需要相处，对吧？多沟通有助于我们日后好相处。做你男朋友是不是也是高危职业呀？啊，动不动就动手，动不动就挨揍，什么也不敢说，什么也不敢讲。干什么的？师傅，上！你们撞人了，上！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没事吧？你们怎么开的车？把我是不是给撞了？你们说怎么赔？车是我开的，跟我说吧。2万，给我们2万，我们马上找人。碰瓷儿是吧？碰瓷儿是吧你？那你遇上我算你太幸运了，我就不凭你怎么着，不凭你说谁碰瓷？哎，抓我领子是吧？是不是要给我动手？是不是动手？是不是要动手啊？上车，别动手，好好说。这管闲事儿这是。行吧，不要吵了。疼，没疼。不错啊，你啊，有两下子，厉害。跟你那几个哥们说一下，对不住。什么哥们儿？哪几个哥们儿？刚才拐过来的时候，看见一辆天使救援队的车，你的资料里显示你是天使救援队的队员。哦，是吗？我有队友在那边是吧？没看见他们啊。刚才躺在地上那个穿着救援靴，另外打你那2个人，虎口有揽绳勒过的痕迹，你的虎口也有，而且我能感觉到，他们不是想真的打你。还需要我继续说下去吗？不用说了，我就是测试你，是不是会真的保护我，啊？结果还不错，这个功底还可以。哎，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你都能帮我摆平啊？啊？这么想想还是挺开心的，有你们个人。我的工作是保护你，不是伤害别人。我就问一问。哎，前面那酒店靠边，我停一下，我要上厕所。马上到家了。我要现在上，我憋不住了。帮我停一下。哎，忍一会儿。停一下。来了。哎，干嘛呀？上厕所憋死我。哎呀，鞋！哎呀，永远不换鞋，真是。阿姨好，我是51。我知道。侯杰他爸打电话跟我说过了，就叫我张姐就行了。在这边有什么需要，有什么不懂的，你就尽管问我就行了啊。需要什么你就告诉我就行了。你看，我还专门给你准备了一双拖鞋。我自己带了一双。啊，还带了一双。我穿这个在家里方便，跟脚不耽误事儿。家里都不能放松。你的屋子我都给你收拾好了，我带你去看看吧。
我能不能先四处检查一下？检查？可以呀，可以呀，随便检查。我一天打扫好几遍呢，到处都干干净净的。好的，我来。来，检查。别动那画！哎，松开！干嘛呀你？没完了你啊！在工作呢，真是。对不起，这是我的工作流程。这个房间被闯入后没有做过安全检查，我要检查一下是否有录音装置或者摄像头。我用不着，你赶紧我出去，门口看着就行了。走。哎呀，你干什么呀你？张姐，这个房间啊，那是书房。你干嘛呀？你别没完没了，我告诉你啊！行了，你出来！哎呀，你干什么呢？人家在工作呢。哎，我问你，他是不是能保护你？谁知道呢？假正经。什么假正经啊！我跟你说，他要真能保护你，那就对了。我看看谁还敢闯进来，谁要闯进来，他就揍死他。你看完没有啊？出来！没完没了。谁呀？我叫的人来了。啊？什么？你还叫人？你叫什么人啊？你好，姐，我们安装监控了，这个工作证。哦，进来吧。哎，好的。不是，装什么监控？谁让你装监控的？是我向侯总建议的，侯总觉得很有必要。我觉得没必要，不用装了，不用装了，走吧。预防万一有不该进来的人进来了，或者说有些人在不该出去的时间出去了。你就是不该进来的人，你不知道吗？你说什么呢？讨厌！不说。我觉得应该安了，我心里踏实。他是什么？能让在家里装监控的，多别扭啊！师爷，你这个监控安给谁看呢？只有我。哦，对呀，就是一看有什么呀？他现在不是看着你，你怎么不别扭？哦，在监控里面看，你觉得不方便了？那也不行，家里装监控，你有病吧？隐私你懂吧？啊，隐私懂不懂？来再说来。哎，行了，还隐私呢？你大熊拉了屎，那屁股都是我给你擦的，你有什么隐私啊？真是。放心，不是每个电话都安的。啊，那也不行，不能装，听懂了吗？不能装，听到没有？今天你们要是装了，我就给拆了，看到了？嗨，你拆。还装吗？当然装，进来吧。啊，师爷，你忙，我去厨房收拾啊。在那个角落装一个，覆盖整个客厅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还有，书房的那个角落装一个。好的。餐厅的这个角落装一个，要看到大门。啊。还有这边，这个角落要看到整个走廊。行。谢谢。还有这边，这个角落装一个，覆盖3个门的区域。不是，我不让你装，你听不懂吗？装我门口来了，不行，懂不懂？豪杰，干嘛？你给我过来，别再影响人家工作。你听没听见？过来。干什么？3。别装，懂吗？别装。
二来了。干嘛呀？干嘛呀？干嘛来了？干嘛呀？喂，来了。装完以后，信号要覆盖到我的手机，还有笔记本电脑上，我要共享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好的，开始吧。哎，那个姐，你看看手机，数据已经连到手机上了。说好安好吧。袜子能套路吗？画面挺清晰的，谢谢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手放下，手放下，站好，手扶抬头，对，把胸挺起来，站稳了，别动。干什么呢你？楠姐下班了，哎，你说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。行，那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咦，敢拉黑我？来，谢谢吃点张姐水果，不客气。张姐啊，这客厅怎么没放电视，挂了幅画啊？后爵不让放电视，你没看见呢？他整天就拿这幅画当电视看呢。谢谢。这幅画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？这幅画画的是他跟他妈妈。我看资料里说，他很小的时候妈妈就过世了。是。那年呢，他妈妈带他出去办事儿，开着车出了意外，把车开到河里去了。他妈妈当时竭尽全力把他给拖了起来，可他妈妈，那时候啊，他才5岁，但已经有记忆了。那对他的影响应该挺大的。可不是嘛，我就看他长这么大，他也没从这个事情里头走出来。别看他平时嘻嘻哈哈的、大大咧咧的，其实啊，他的心里啊是有伤痛的。妈妈，你这是在哪儿啊？哦，那客户家里面。我问你，这朱大鹏怎么回事啊？我把他表妹的实习联系好了，他倒把我拉黑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分手了。分手？是不是因为你爸呀？没有，跟我爸没关系。我才不信呢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快告诉我啊！行吧，那个我把我爸一起拉进来，一起说，免得我说2遍，好吧？嘿，少见啊！脸怎么肿了？你脸才肿了呢！镜头太近了，变形了。你们俩现在都在啊，我正式的跟你们说一下，我跟朱大鹏分手了。分手了？为什么？性格不合。
性格不合不是理由。性格不合怎么不能成为理由啊？要真是性格不合，必须分手，绝对不能凑合。你们之间有没有第三者？俩人在一起就是搭帮过日子，平那就是平淡淡因为你爸。才是真。我早就说过，你以为我愿意有你爸这么累赘，我是累时间长了谁都受不了。那你又为十一做什么了？公司宿舍，把他往运动队一扔就不管了。大鹏好歹还是我领导介绍。你能先听我说行吗？我跟周大鹏呢就是普通的分手，没那么复杂，你们也不用多想。我现在有了新的工作，所有的心思呢都放在工作上，你们不用担心我，好吗？我的事说完了，先挂了啊，拜拜。你干嘛呀？你干嘛？我干嘛？我有事儿。这么晚了，你下班了，休息吧啊，赶紧回去。别盯着我，不舒服。有事吗？没事吧？你下班了，你现在休息了，懂吗？你可以回去睡觉了 ，OK 吗？别动啊！不要动啊！你还知道来呢？快点，快点啊！哦，就在这里。看我呢。哎，洪公子来了。呀，怎么样？在换妞了？瞎说什么？我先找一司机。哎呀，司机怎么还换个女司机啊？啊，女司机怎么了？这是赛车冠军，我这刚退役过来用用。哎呦，还是个老司机啊！行啊，不是，我那边看看去。行行，回头聊。好。什么情况？哟，你什么情况啊？这谁啊？介绍一下。这个是我家远房一亲戚啊，叫11。你要想叫13也行。13。啊，你叫她那个大表姐吧。大表姐好，原来是亲戚啊！我说，你们俩怎么长得有点像？啥？我俩长得像？你是说五官都长齐了这一点吗？嘿，大表姐，还记得我吗？上次真得谢谢你，多亏有你在啊，我们家这臭孩子才没被人揍死啊！咱们正式认识一下吧，我叫海星，星辰大海的海，星辰大海的星。表姐好，我叫小戴。你好。这很跌宕啊哈！别下车，快！艾米呢？啊，那个刚入手一 M5，刚才抽嘚了半天，他气焰嚣张的很。哦，这台是他的，看看去。这车挺有点肉啊。兄弟，哎，怎么样？姐们儿，我买的这辆车不错吧？不错不错。我必须给你们介绍一下这辆车，4.4T V8发动机，600匹马力，最快可达750牛，100公里加速只需要3.4秒哦。涛哥准备挑战了！
这干嘛呀？这是？航哥挑战 S 级伴奏。啊，能行吗？哎呀，这个不行啊！太差了，哥们儿，我说你这技术看着不咋地啊，行不行啊？哎，我们这算了吧，对吧？冠军姐姐，你来给我们打个样呗。对，走一个。我们是左舵车冠军，但是右舵不是，开坏了。吹牛的吧？我跟你们吹什么牛？不信我开给你们看看。蛋蛋，这右舵车我也没怎么开过。一会儿少吹牛。啊？一上来做这个弯转起步油门到底，松手刹，车出面之后第一个弯道，你不会管能不能过去，直接一脚踩住离合，打方向，系好安全带。能行吗你？先来个原地掉头震震他们啊！最基础的，这是我只能口述出来给你的技术了。踩离合，拉手刹，打方向，啊，一起啊！系好安全带。哎呀，是得系好，这不系好太危险了，命要紧。十一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不用担心啊，不用紧张，我在这儿呢，什么都不用怕。这个车开的有2下子啊，还不错，挺像样。那我要是以你身为一个保镖啊，不光不好好隐藏自己，不把自己当成空气，反而站出来抢这个雇主和雇主朋友的风头，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当理由去投诉你，然后解雇你？你可以试试。所有救援队请注意！所有救援队请注意！老农场宿舍楼倒塌，被困人数不详，速来救援！速来救援！收到，收到，收到。队长，队长，请把定位发到我手机上。收到。准备出发。按定位开啊，越快越好。
安全。救援队所有成员请注意，接指挥部通知，救援工作基本告一段落。为防止二次坍塌，请所有人员撤离现场。所有人员撤离现场。什么情况，兄弟？你怎么才来？不行了！现在有二次坍塌的危险。那里边怎么办？等会儿，王队长，麻烦你再跟指挥部确认一下，是不是所有的群众都安全撤离了？好的。指挥部，请确认一下，是否所有的群众都已经撤离？进去看一眼不就知道了吗？等会儿。大人，有危险！没事吧？啊？你扑我干什么？哎，侯爵，听你女朋友啊，上次出手打的我们可是挺狠啊。没错，挺厉害啊。我救援的事不让张姐知道，我不想让她担心。我进救援队那天，我就宣过誓，在危机面前，我竭尽所能去挽救他人生命。所以你以后不要再干扰我救援，懂吗？这也是我们公司的理念，保护他人是我的工作，而你只是志愿者。救援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先应该考虑自己的安全呢？那你就别想了。你作为保镖，你要跟我统一理念。我之前要开除你，那是因为我爸，我不喜欢他强制的干入我的生活，跟你没关系。但是如果你再来干扰我救援，那就是咱俩的事儿了。我去救援，我帮助每一个需要救的人，我分文不取。你做保镖，谁付钱保护谁啊？不给钱的不管人家死活，咱俩高下立分。你做志愿者是偶尔为之，而我是职业行为，分分钟钟都在工作，不拿钱我怎么活？你这样比较不合适。来，你接着说。好，那我就再提醒你一下，既然你做救援，你应该很清楚，做救援安全是第一位的。如果一定要排序的话，自己的安全第一，队友的安全第二。第三是被救者的安全，只有这样，你才有机会救出更多的人。哎，你把我们救援原则背得挺熟啊，啊？职责所在，对于你，我做了足够详细的功课。我告诉你，你刚才那段话说的非常对，但是我不听。今天你是没耽误我什么事儿，我不跟你计较。下次如果你再来影响我救援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这黄月的结婚请柬我可好不容易搞到的啊！你要是憋着什么坏事儿，可千万带着我玩哈。
有请美丽的新娘幸福入场。我调查过了，黄月的老公叫白泉，比黄月小2岁，本地人，身高体重不详，父母都是3甲医院的主治医师。这小子之前在国外学的口腔专业，去年回国没进大医院，而是自己开了一家口腔护理整形医院，还挺火的。据黄月身边朋友说，黄月和白泉是在网上认识的，认识不到3个月就领了证。和感触，也正是因为这点点滴滴汇聚在了一起，变成了一个可以托付一生的承诺。今天，他们也将在各位亲朋好友的见证下，许下今生今世的承诺。都说婚姻是相互的理解和信任，更是彼此的托付和珍惜。此时此刻，新郎白泉先生，你是否愿意与眼前这位聪明漂亮、美丽大方的黄月女士结为夫妻？在今后的日子里，无论贫穷富有、快乐忧愁、健康疾病，你都会永远的陪伴在她身边，热爱她，关心她，照顾她，并且用你所有的爱给她一生的幸福，直至永远。坚定地告诉她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这男的长得一表人渣，俩人真般配啊！个儿倒挺高，气质差，杵着跟电线杆子似的，跟你没法比，还不如我呢。你说吧，怎么搞？动他哪儿？废话，你准备好没有？哎呀，几个选项啊，要不在他交杯酒里下点药，要不然给他鞋里安点图钉，再不然啊，就在那大屏幕上给他换点刺激的，或者都来过也都行。你怎么那么坏呀？下流！我是偷偷摸摸干坏事的人吗？是，坏事你都明着干。坚信他们以后的生活也会像这个吻一样，既甜蜜浪漫，稳稳当当。而又值得留恋。今天咱们送礼。你有病啊！这多少钱？买你好几个饭店吧。你这渣女都跟人结婚了，算了，你这属于肉包子打狗，一去无回。要不帮我这打一打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要到我们的亲朋好友送祝福的时间了。我还打狗吗？也将给大家带来一份意外。你要干什么？别乱来啊！接下来有请新娘亲友团的一位神秘嘉宾侯爵先生隆重登场。生干。他来干什么？他是谁啊？我怎么没见过？恭喜啊！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黄月的好朋友，我叫侯爵。今天呢，我是代表黄月的50多个前男友，我们的前男友团来给黄月送上新婚祝福。他是谁呀？不知道呀，怎么胡说八道啊？你见过他吗？黄月我们都相处了很久，都知道黄月是一个对感情特别专一的人。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他是一个对欲望没有满足的人。你给他爱，他跟你要钱；你给他钱，他跟你要空间；你给他空间，他跟你要自由；你给他自由，他让你浪漫。你听我说啊。但是今天啊，那个小泉啊，虽然是你结婚，但是我这心里比你还高兴。我要替大家感谢你，为社会铲除这颗毒瘤。那个，今天我不是空手来啊，我也是带着你们的新婚礼物来的。你看。大钻戒，就是你买不起的那一张，这个是我们50多个前男友偷钱给你买的。收着啊，请你收下。最后，我献给大家一首歌，听我唱完。春天在哪里？哩，过分了啊！说，过分了啊！干嘛呢？我让不让开？哎，你们怎么就不说话？站住！侯爵，你这个混蛋！出头！
咱们也真够巧的啊，刚好把车就停在酒店后门。哎，幸运。不是巧，是我提前做好了功课。是吗？专业，我大表姐就是神机妙算啊。是吗？哎呦，这等会儿，你那戒指不会真给那黄月了吧？我给他了，我现在写在手里的。哎呀，这气死我了！这钱可以省的吗？神经病啊！我看到他那个表情，哎呀，我这心里啊，别提多爽了，太刺激了。那倒是，舒服。今天我要把它命名为最有意义的一天。老师今天给你100分，绝对有意义。他俩今天晚上我估计啊，应该操办离婚的事宜了。哎，你歌唱的不错啊。春天在哪里呀？春天在哪里？哎，春天在那小江流的眼这里，这里有红花呀，这里有绿草，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。哩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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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先出去吧，我自己来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快换衣服吧，要去敬酒了。你俩什么关系啊？好吧，我承认我们两个确实是好过，但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，早就过去了，以后也没可能了。这事儿还没过去呢，黄月。本来我父母就不同意咱俩这么快结婚，今天你这个什么前男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羞辱我，你今天必须得把话说清楚。你俩到底还有没有关系？不然我没法向父母还有这么多亲朋好友交代。他就是个疯子，我也不知道他今天怎么会来这儿闹这么一出，而且我们两个早就结束了，我父母家人全都来了。如果我不是真心的，我会和你结婚吗？他今天能这么闹，说明心里还有你。你觉得他今天这样的表现，还有哪个女孩敢跟他在一起啊？哎，李叔啊，大鹏，你回来了。哎，李叔，你有电梯，你干嘛爬楼梯啊？锻炼锻炼。哎，这刚装的门怎么就拆了呀？嗨，一言难尽。叔，进屋说吧。好。先喝茶。好嘞。叔，您是我们的介绍人，我也就不瞒着您了。我和11分手了。啊？怎么会这样呢？聚少离多？他把你的门给封上了，该不是你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吧？不，李叔，绝对没有。我实话跟你说吧，11和他的一个客户好上了，在大街上被我撞见了。那细节我就不多说了，你懂的。看这丫头也不像是这样的人呐。我也那么想的，所以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他。结果被他骗得死死的。他说要工作，没时间陪我。这下我算明白了。结果他把时间都给了他那个客户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哎，那他装防盗门封你干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觉着吧，他可能是恨我把他们给撞上了。哎呀，财神爷保佑啊，保佑啊，保佑今天比昨天好，这个月比上个月好啊！八方来财，招财进宝。哎，保佑啊！摇起来！私人珍藏面来喽！老板，你的面。日子过不过了？你要反天啊！这么多肉，够3碗面了，你给我吃？你有病吧？不晓得这个牛肉啊，
是昨天剩下的，不是很新鲜，卖给客人肯定不行噻，所以就给你吃了噻。这对啊，这。刚才你有没有看过就飘过一只花大姐？啊，花大姐？什么玩意儿？什么花大姐？老板，何方妖孽？怎么样？我今天是不是哪里不太一样？是不是非常的时尚？时尚，你真的太时尚了。这您是哪位啊？哎呀，老板，我都来1个多月了，我是娃娃，你怎么可能不记得？是，你是花娃娃呀！看来你这是怎么的？把天哥面粉和调料都偷了，往脸上糊了？这哪能这么说我呀？前2天吧，我小姐妹带我去了个超棒的10元店，我走进去一看，哇，这么多好东西，然后我就咔咔一顿买嘛，然后这不今天就全招呼上了吗？哎呦我的天哪！娃娃，我呢给你10分钟，赶紧把你脸上这些调料都卸掉。我说这一上午怎么没有客人呢？赶紧10分钟。讨厌，怎么不懂欣赏呢？你这个人真是。喂，第17次相亲 ，Game Over。这么快啊？这次是为什么？别提了，一下子也说不清楚。你那边怎么样啊？消停了吗？没。昨天晚上做了1晚上熨衣服的梦，把我累坏了。醒了，我一直在想到底为什么，现在明白了。我这客户啊，太闹腾，我一直想着怎么熨平他。这么难搞定啊？我下午去找你一趟，做个客户回访，帮你烫平他。师爷，我中午要吃海鲜炒饭。不说了，挂了啊。海星，1份大份的海鲜炒饭，多加肉粒，再来1份烫青菜。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回去。是不是又背着我说我坏话呢？说。你倒挺诚实啊。都说什么了？我听听。说你不好好锻炼，偷听别人打电话。哎，师爷，我问你啊。不会，但是也会。什么就不会？我问了吗？你不就是想问我会不会跟进去吗？现在不会，如果里面发生情况，我会进去。哎，老板，你这吃面怎么不配蒜啊？这基本蒜白干。来，给你包点。吃面配着蒜，客人怎么办？我们搞服务业的，你得算是怎么招呼客人。你这个觉悟不行，得提高啊！赶紧跟天哥学习学习，你这个意识特别不到位。现在，那行吧，那要这样的话，就把这蒜留到晚上当宵夜吧。反正我买的多，10斤呢。10斤？你有病吧？蒜买那么多干嘛呀？老板，你别着急嘛，我就是遇上一老乡，他非要卖我蒜，10斤蒜，你猜他收我多少钱？多少钱？2块。这个还行啊，深藏不露啊！我是不是很表扬表扬表扬，真的。我早就把这星巴克当成我自己家了。这话我特别爱听，你看呢？以后星巴克就是你的家，以后星巴克就是你的战场。好的，老板。为了让我在这个战场更好的战斗，能不能匀一间房给我住一住？现在这外边这房租啊太贵了，我真的有点扛不住啊，老板。那不行。你知道为什么叫星巴克吗？给你1间房啊，就得叫星6克了。4间房，1间房住2个人，加起来就是8个人。我叫什么呀？啊，海星开的店，所以这个叫做星巴克啊！老板，你太有才了！谢周，你把你面粉卸掉。啊，付工资啦。好了。干干净净的啊，弄的，小女孩朴素点。
海星来了，这身衣服不错啊。把这个数啊，数据啊，马大帅，哎，你又来送外卖啊？哎呀，侯大公子嘴太刁，得伺候他。不伺候没办法呀。Hello， 问一下，侯杰侯总办公室在哪里啊？从这儿拐过去直走。门牌上什么都没写，那个就是。您有预约吗？哦，我有预约，谢谢。好漂亮，对呀，好有气质啊。你好，我是神鹰安保公司钱小燕，我来做客户回访。哦，你好，请坐。谢谢。您就是侯爵侯总啊？您吃饭了吗？要不先吃点东西吧？没关系，我不饿，谢谢。这是我自己做的海星炒饭，挺好吃的。侯总平时他自己做一些吃的。对，这健康嘛。但它里边没有海星啊，它就是名字叫这个，挺不错的。你尝尝，味道真的不错。真的不用了，谢谢。侯总真是年轻有为啊。看您这，真的是特别有设计师的气质。真的吗？有这种感觉。那您也是做保镖的哈？我是教官，不出外勤的。领导，那真是认真负责。我今天来呢是想问一下侯总，关于51工作您是否满意？满意，很满意。因为我大表，应该大力的表扬51。你看他首先形象好，对吧？然后身手好，车开的也不错，认真负责，还出现的很及时。反正我就觉得特别的好，真的。那您真这么认为？是，反正我觉得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都想终生雇佣他了。侯杰先生，非常感谢，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，谢谢。没有，我应该感谢您。你看，像您这样认真负责的教官，才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女保镖。谢谢。那个像你们做女保镖的，形象要求都这么高吗？形象就是形象好。约会呢？钱钱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来啦？是叶。这谁呀？饭。侯爵。这是我们公司的教官钱小燕。侯杰先生你好。你好。我是来做客户回访的。听说你对51的工作非常的认可。认可？谁说认可了？如果我没有理解错，这位先生说您对51的工作非常的满意。你认可啊？就挺好的嘛，大表姐，非常好。不是应该听我的意见吗？那终身雇佣呢？终身雇佣，你想坑死我是吗？就有点误会。这位先生是我儿子。
他儿子未来的干爹，他海星，我叫海星。啊，你好。你好，侯杰先生，您对51有这么大的意见，我能问一下什么原因吗？那原因可太多了啊！原因我跟你讲，首先这个人啊，他不听指挥，他整天跟着我，寸步不离。我让他跟着我，他跟着我；我不让他跟着我，他非跟着我。你说来气不来气啊？还有，他老在背后打我小报告，我特别接受不了。24小时跟着你，侯杰先生，这个是51工作的分内职责。还有啊，这个人他总是站在这个道德制高点啊，对我提出一些批评和教育。你说，你对你客户提什么批评教育？哪有教育客户的呀？您看这样行不行？以后呢，您有什么要沟通的，您有意见或者建议都跟我说，我尽可能的帮您协调。您看可以吗？啊，能投诉是吧？是的。那说明你们还是一个正规的公司，那我就投诉他。希望你们回去能对他加强教育，好好管理啊。也希望他能自己反省到、认识到错误，好好改正，好吧？好的，加个微信吧，方便沟通。哎，你看，加微信了。我加人微信干嘛？不好，不方便吧？要那个啊，那我转给你也行。我转给他，他没带手机是吧？那我就先扫。三生名字挺不错的，我会转给他的，谢谢。你们工作谈完了，是不是可以去吃饭了？那好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再见。辛苦啊，回去好多加教育啊。回那么早，是不是喜欢人家？眼睛还掉出来了，没出息的样儿。郭老板，还行。啊，你那小侯总的朋友，是不是有点问题啊？没有，那人挺好的，而且很能干，自己开了一个餐厅民宿，挺努力的。哦，可能见着你比较紧张了吧？相亲怎么样？说说吧。唉，别提了。这哥们儿经济条件好，长得也帅，应该能找到愿意嫁给他的人，但这个人一定不是我。你说你每次遇到的人问题好像都是不一样的，没文化不行，经济水平太低也不行，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？我真没有什么要求，有感觉就行。得，这最难了。炒咸了点啊，拿个水给我。唉，完了，完蛋了。谁完蛋了？我完蛋了。怎么了？我遭遇爱情了。你遭遇啥？就是他。怎么了？哎，你看看啊，这，哎，我不敢相信。你看啊，人平时生活干嘛？没事就喂喂流浪猫，多有爱心。然后你看，运动，什么木杆打出300多码是多少米？挺远的，挺远。哎，你看这平时你看这穿着，你看这品味啊，身材、形象各方面，我觉得比大表姐还漂亮。哎，我觉得太完美了，完美，我的菜。那你不搭？这怎么不搭？我觉得挺好的。你根本就降不住这种的，我告诉你。什么叫降啊？女性是用来尊重的，仰望。而且我跟你不一样，我这找的是妻子的，就是她。海清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委婉的跟你说啊，我不打劲的跟你说啊，你没戏。就是她。可别看了。爱情的滋味。
真甜，整个世界都甜了。没正形。我爸昨天又打电话找我要钱了，你知道他要多少钱吗？20万，20万，我上哪儿给他弄去？我每个月往家里交钱，我真不知道他们拿这些钱都干嘛了。你说我们那个地方那么小，物价那么低，他们要那么多钱干嘛呢？哎呀，你说咱俩真是同病相怜。你说我结婚要不找个经济条件好一点的，我真得被他们活活拖垮。那如果说有一个人特别爱你，对你特别好，就是经济条件不好呢？那我更不敢同意呀，我不能坑人家呀。亲情都这么不靠谱了，更何况爱情呢？亲爱的琳达教授，谢谢您的关心。您应该也知道我回国的原因了，毕竟是父命难违啊。回来之后，我也感到极其失望。公司的设计理念和家父的性格一样，刻板又固执，缺乏创造力。整个公司找不到和我在同一理念的同事，个个都只会做应声虫。我深感悲哀。你看见了吗？确定是你的邮件？是。喂，安保部吗？我是51。好的，明白。安保部已经报警了。喂，好，马上过来。这么累，平时真的不做事做画班了，就是。聊什么呢？啊！知道你们看见邮件截图了，我电脑被人黑了，邮件就是我写的，怎么了？该干嘛干嘛去！我已经让马勇去起草一份声明，正告全公司，这次的邮件事件是一次彻彻底底的捏造和诽谤。你呢，也要配合发伪篇声明，态度可以很愤怒。你要告诉全公司，这邮件不是你写的，它不是你的想法。我刚才已经在设计部说了，邮件就是我写的，这是我的真实想法。顾全大局4个字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？如果你不出面解释的话，你不仅会降低我在公司的威信，你还会让全公司的员工集体排斥你。那排斥我呗？那排斥我怎么办？反正我不道歉啊，我也不解释，那就是我的真实想法嘛。你的想法现在不重要，这些想法现在已经不在你的心里，在全公司人的心里，你必须要为此负责。我负什么责？负责不应该是黑我电脑的人负责吗？那是该警察管的事情。我倒要看看，你一个什么大事没做成的人，你有什么资格嘲笑别人？那你话不能这么说，你菜做的难吃，我还不能说厨子2句了。
哎呀，我到底什么水平？一会儿开会，你看看我的报告就知道了啊！自己别瞎生气了啊！你吹吧你。哎，马勇，声明不用起草了。为什么呀？我说了不用就不用。海神8号这个项目我一直在跟啊，今天早上我刚刚把这个项目的方案做出来，给大家看一看，你们有什么意见尽管提啊。我希望跟你们能真诚的沟通。你到底在搞什么呀，侯爵？我的设计方案也被黑我电脑的人给黑了。戏演够了没？我有什么好演戏的？散会。侯爵留下来。散会。今天就要送标书了，你居然把工作做成了这个样子，你有没有拿工作当回事儿？我干嘛不把工作当回事儿？你今天瞧不起这个，明天瞧不起那个，你就是拿这个作为你的资本的吗？你是不相信我吗？我说了，我项目做好了呀！没人比我更愿意相信你说的话是真的。你是我爸，你为什么不能相信？拿什么来证明？我证明不了。我能证明。侯总，您看一下，小侯总昨天晚上一直工作到天亮，后来太累睡着了。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对不起，儿子，我错怪你了。那是应该的啊！我回去赶紧把项目复原了，争取赶上竞标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你的方案肯定已经外泄了，没有任何的竞标价值了。那怎么办？我来想办法。侯爵，我问你个事儿。听说你又跑去参加那个什么救援了，是吗？啊？你不是答应过我不再去了吗？啊？如果说我早知道你这么不听我劝告，我可能雇的不是1个50亿，有可能是2个，或者说是3个。何娟，你是成年人了，你要学会换位思考。51一天为了保护你，他的神经是高度紧张的，工作量是巨大的。你觉得你这么做合适吗？要是嫌工作量太大，他可以不干呀。我又没想招保镖，对吧？你要是心里过不去，去跟安保公司签个协议，赔点钱，这事就完了吗？想让我停止救援吧，不可能。还有啊，我根本就不需要保镖。我需要。我需要他来保护你，明白吗？你是我儿子。你需要你留着吧。
你先出去吧。侯总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。走吧。这警察刚调查完走。怎么说？他们说呀，这次黑客是以散播病毒的方式来进行入侵的，主要集中在公司内部的电脑上，而且就如友情提示说的那样，他没有对公司的电脑有任何的损伤。但是侯爵电脑里所有的信息，最重要的是他的设计方案，都保不住了。我猜到这个结果了。还有，现在方案都丢失了，咱们要不要退出这次竞标？当然不。这次项目虽然小，但是我更看重的是跟海城集团以后的合作。所以这次竞标咱们必须参加。喂，休息会儿啊。啊？请你喝杯咖啡。喝咖啡啊？好啊。最近真难呢啊！请坐。便宜吗？那当然了。小何总好。走。待会儿把链接发给你。好啊，好啊。哎，等一下，今天我来，让我为你冲一杯咖啡，让你感受一下一杯完美的速溶咖啡是怎么冲出来的。第一步，把咖啡袋撕开，然后啊，不要倒进去太多。我们这个大小的杯子啊，我们倒个70%就好了。然后，温度在83度左右的水，哎，刚刚好。将它融化，拿起搅棒，均匀的左右搅拌几下。一杯完美的速溶咖啡就这样冲好了。尝尝。怎么样？不错，的确是速溶咖啡。手冲的今天用完了，我只能拿这个给你讲解。但是虽说是速溶咖啡，但是里面满满都是我对你的感激。今天非常感谢你。不用谢啊，我只是说出了我亲眼看到的事情而已。对嘛，你这个人啊，虽然脾气很差，性格不好，但是你为人非常的正直，这就让我特别的佩服，你知道吗？谢谢夸奖。所以，我心里暗自下决心，从今以后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上升到友谊的阶段了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以后就是朋友了。互相信任的朋友多难得呀，太难得了。所以呢？所以有些事我们两个知道就好了，就不用告诉其他人了。没问题。不过，你如果去做救援，或者是做一些伤害到人身安全的事情，我还是要向侯总汇报。我觉得这个事儿吧，你要看情况而论。不能看情况，这是合约规定。我有责任、有义务要向甲方汇报被保护人的重大动向。哎呀，你这个人啊，哪儿都好，但是人无完人，你怎么就没有同理心呢？我觉得做志愿者去参加救援
是挺好的事儿。但我没见过像你这么不知道自己保护自己的。能说说为什么吗？不能说。多喝点咖啡吧，喝浓点。小豹，别紧张，别紧张啊！你好，你好，侯总。侯总你好。侯总你好。好久不见，小韩。好久不见，侯总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坐。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侯总，咱们上一次见应该还是我在论坛上递名片给您，没想到您还记得我。我们侯总爱财，对你是过目不忘。哎呀，谢谢侯总，来喝茶。侯总啊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这一次我的设计要和你们公司同台竞标了。你放心，我们侯总的气量不在意这点事儿。小宝，你们那公司的充其量啊，也就是我们这种建设的一个部门。那个项目对于你们来说那是全部，对于我们公司来说小 case。侯总，我们公司每年像这种级别的项目啊，多的都做不完，所以啊，我们还希望你们公司有实力竞标呢。但是这赢的概率呢，我就不用多说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明白明白。马总，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长江后浪推前浪嘛，我们要相信小韩的个人能力。万一他一个人就打败我整个公司呢？您要那么说，我绝对信。小韩，侯总太赏识你了。是，谢谢侯总，您真是太抬举我了。不过说真的，侯总，我对您啊，真的是仰慕已久啊。小韩啊，既然话说到这个份儿上，你态度那么诚恳，要不然你就到我公司的设计部来做一个副总监吧。薪酬和总监一样，只要你做成了一个项目，我立马提升你做总监，薪酬再给你翻1倍，怎么样？真的？小韩，侯总开金口了，今天就办入职。那我真是太荣幸了。可是我还得代表我现在的这个公司去参加海城8号的竞标啊。哦，我差点忘了这个事儿。哼。那就以后有机会再说吧。咱们今天见面就是聊聊天、喝喝茶，哎，好，认识认识。马总，哎，打个电话。哎，坐。哎，坐。马总，侯总他该不会是生气了吧？你说呢？你太让人失望了，太不懂事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多少人托了关系啊，就为了见我们侯总一面。我们侯总今天百忙之中抽空来见你，刚才许给你高薪高职，你呢还犹豫不决，我不清楚你在想什么。我告诉你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是啊，马总，
您说的我都明白，我也特别感谢侯总赏识我。可是我这个计划我都做完了，我不可能说放弃就放弃，说不做就不做了吧？那你考虑一下，人和方案一块儿过来。我呢，去给侯总好好提一下，让你代表智融建设去投标。这样一来，你的心血没有白费吧？哦，这样啊。小宝，其实呢，这个社会不缺人才，缺的是机遇。我们现在给你一个更大的平台，去展现你的才华。你要是没有这个理想和抱负的话，不勉强啊。没事儿，咱们来日方长。等等。我去，我这就去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啊。这公司可真是不错啊，够气派，我喜欢。这儿不方便，我们去那边说吧。走。好。妈，喝点水。好。你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万一我出去了呢？出去就出去呗，反正我顺路。哎，你跟你那个客户处的怎么样啊？还行，挺好的。他多大岁数了？你问这干嘛呀？性格怎么样啊？呀，妈，十一，这是？这是我妈，这就是我客户侯爵。哦，阿姨，阿姨好。啊，您好，您好。真年轻，阿姨。谢谢夸奖。哦，我跟我妈聊两句，有事随时叫我。啊，你们聊，你们聊。阿姨，你坐啊。啊，好，你去忙吧。坐。哎，坐。这孩子真不错啊。你们俩是以前就认识啊，还是来给他当保镖才认识的？以前算认识吧。哎呀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放心吧，我没事儿，我现在挺好的，工作也挺好的。就是太瘦了，有吗？十一姐，这个是侯总给小侯总的方案修改意见，我正要给他拿过去，辛苦您带给他。好，辛苦。侯总给你的文件。你妈呢？走了。我走这么快呀？我还想请她吃巧克力呢。你对我妈还挺好，你对我强多了。你要长得像你妈那么好看，我也请你吃巧克力。别人都说我跟我妈长得挺像的。开玩笑吧，一点都不像。应该是你爸拉低了你这个颜值的平均分。哎，你爸当年追你妈没少下功夫吧？他们离婚了，都离了17年了。是吗？不过我爸一直惦记我妈想复婚，我妈不同意，现在俩人都单着呢。你爸倒够长情的，这么多年还惦记呢。哎，你妈，我总觉得说不上哪儿长得跟我妈有点像。那只能说明你跟你妈长得也不太像。谢谢。又把我巧克力顺走了。哎，快点儿，小张，
哎呀，你们几个，小李，都快点，快点过来。你站在台下干什么？上来。啊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设计部新来的副总监包小涵，也是侯总特别赏识的青年设计师。大家表示一下热烈欢迎嘛！啊！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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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大家，以后呢还请多多关照。啊，那都听到了，工作去吧。你看到的，他们在这儿啊，是这个设计部的内部。小韩啊，我们这边走。这是我的办公室啊，这就是你的工作岗位了，挺好的。哎呀，希望你能在这儿大展宏图啊！待会儿啊，后勤部门就会把办公用具都给你配上的。好，行行行，谢谢马总啊。小韩啊，那咱们明天就竞标现场见，加油，加油！有任何需要找我。好的，马总。陆北雪，这新来这设计师叫什么？包什么？包小涵。做的真不错，要么说这姜还是咱老的辣啊！我爸是2天时间就找这么一设计师回来。难得听你夸人。我宣布，海城8号项目由智荣建设中标。智荣建设的实力非同一般呐。张总过奖了，竞标对于我们智荣建设来说，只是一个刚刚开始而已。接下来能够参与到海城事业当中，才是我们最大的愿望。张总，我相信咱们的合作一定会非常愉快的。一定会的，谢谢。请留步吧，张总。好，侯总慢走。今天的成功啊，得谢谢我们的头号功臣小韩呢。哎呦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侯总给我讲了，还多谢您的提携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谢谢啊。对了，马总，哎，马上准备青龙宴。哎，我都已经提前准备了，这都在您意料之中啊。哎呦嘿，你还敷面膜呢？我要喝水、吃饭、上厕所呢。我以为你是那种脸都干裂皮了也不涂化妆品的女汉子呢。什么事儿？明天那场合，别穿得太差啊，穿好看点，大家都穿正装，你这也不能太差，是不是？干嘛？你干嘛？这不操人了？对啊。让你男朋友帮你选一选，明天不要穿得太像一个保镖，好吗？别给我丢人。那可能会让你失望。我们参加这种场合，一般都比较没有存在感。你尽量好不好？尽量有一点审美，啊，让自己光鲜亮丽一点。你要实在做不到的话，那我就穿丑一点配合你。那就麻烦你了。
早啊。早啊。哎，小飞，哎，今天公司是不是放假呀？没人通知我呀？没有啊，那没有这人都去哪儿了？去参加签约酒会去了。酒会？嗯，不对呀，这酒会11点，现在才9点半呀。你没有接到通知吗？你们设计部今天上午可以不用来上班，直接去酒会就可以了。没人通知我呀，谁负责通知的？是我啊，我是按照酒会名单群发的邮件。你看。不对呀，这上面怎么没有我名字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那好，谢谢啊。二位请进。找我，侯总，包小涵呢？怎么没叫他来？这为什么要来啊？他不来，我们庆什么功啊？没有我的公司，他再好的设计方案也是废纸一张。他才是这次竞标成功的头号功臣，这话是您说的吧？是，这话我确实说过。昨天已经小范围的肯定过他了，对不对？他得到的已经够多了，难道他的功劳能够大过公司吗？你不要忘了，他原来只是在一家小公司里头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设计师而已，是我发现了他，我给了他这个更大的平台，就这，就够他感激我一辈子了。我们竞标，图纸用的人家的，设计用的人家的，竞标成功了，啊，开庆功会，整个设计部都来了，就单独不叫他，他怎么想？哎呀，侯爵呀，你明白吗？包小涵就像是《三国演义》里头的吕布一样，这种人只能用，但是不得不防。他现在临阵跳槽到我这儿来，今后也会跳槽到别人那儿去。这样的人就是唯利是图，是喂不饱的。再说了，你是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？我不知道。我是希望你来牵头这个项目，这点你看不出来吗？怎么了？不想继承家业呀？啊？我牵头没问题，继承家业我也想，但是我不想踩着别人往上爬，这我心里过不去。那你就得学着让自己过去，不踩在别人头顶上，人怎么可能出人头地？啊？下面垫底的人越多，你才能站得更高，这是成功的法则，傻儿子。你今后学的东西还多着呢。你的仁慈只有你自己当成宝来呵护，但对他们来说一文不值。怎么了？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如果叫你踩着别人往上爬，你愿意吗？什么意思？我爸让我踩着，不说了，丢人。香槟，谢谢谢谢，以后多关照。这次项目我看可以啊，啊，回头再聊。这次最近的项目还不错，还行吧。
看什么？有事吗？我看你穿成这样，我难受。你看看人家小女孩，一个个花枝招展，干杯！穿着连衣裙儿，这烫着大波浪。你看看你，什么也不敢穿，每天站在那儿像个隐形人似的。我这是工作需要，隐形不挺好吗？一会儿多吃点也没人发现。你还吃东西呢？哎，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靠这个光合作用活着的，没想到还挺能吃。你想多了。哎，侯爵，你妈让你过去一下。干嘛呀？不去不去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那么多人在里边，你给他个面子，哥求你了啊！哥求你了啊！走吧，啊！哎，十一啊，别跟得太紧了，眨眼，安全就行啊。咱们仨，OK， 好，哎 ，OK， 来，侯爵，来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远方集团的总裁魏总，这是我的儿子侯爵。魏总你好。小侯果然一表人才啊！谢谢魏总啊，又是美国名校毕业的，太棒了。魏总啊，您的儿子才是让人羡慕呀！现在都已经能撑起你事业的半边天了，真是羡慕死我了。我呀，我就没这个命了。两公子都帅，都厉害。魏总，我接个电话去啊，你们聊。反应挺快的啊，辛苦啊！哎，马总，哎，上次是，哎呀，是一人一场饭。来，干杯！多联系啊！王总，您等会儿，我们待会儿聊好不好？您先忙。给谁发微信了？哎，你这么忙，叫我出来干嘛呀？这是保护眼睛的，特别好，我给你买了呀，都没时间给你，这不就抽空了吗？你呀，每天要盯着电脑看那么长时间做账，一定要记得吃，知道吗？嗯，谢谢。哎，要是不这么偷偷摸摸的，能公开在一起多好呀！那我俩就必须得走一个。侯志荣不允许办公室恋情，你是知道的。我可以走啊。你怎么能走呢？我不允许啊！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你得帮着我出了这口恶气啊！我告诉你句实话，我有时候真的想把公司交给马勇，但是他是外人，外人会有外心的，我们不得不防，明白吗？现在这公司里啊，我谁都不信，除了你。我不是听你的了，黑了侯爵的电脑了吗？我看也没造成多大的影响啊。别着急啊，这一巴掌打在儿子脸上，那一定会疼在老子的心里。这只是个开始。什么？